昨天的节目录完之后啊，很多人跟我说声音还是空，我听着也是空啊，因为我这个屋里头啊，相对来说家具比较少，所以反射声比较大，录出来呢这声音质量就是比较差。所以今天录像的时候，我就在这屋里头放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如说椅子啊，把我们家客厅里的椅子都搬到这儿来了，凳子啊，还有我们那个装灯的灯箱啊、三脚架呀，就是在镜头之外啊，你现在啊看不到的地方，都是我放的杂物。我希望用这种方式啊，能够改善一下我们这个录音的质量啊。如果不行，我们再接着想办法。我们今天谈一个什么话题呢？想谈一下这个中国的米兔运动。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前天弦子诉朱军一案呢败诉了，结果出来了，弦子二审败诉。应该说这个结果啊，在我的意料之中。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知道啊，中国的米兔运动在法律上面临着很多的困境。其实啊，弦子诉朱军案呢，在性骚扰案中间应该是属于证据比较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性骚扰案，你想想，你要想取得证据非常困难。比如说冲你说个黄色笑话啊，摸你一把呀，你想想，你能有什么物理证据啊？但是弦子一案呢，当年的事情发生之后，他就报警了。第二天就报警了。那么警方呢，从弦子身上取了他的衣服，做了 DNA 的这个检测，同时呢，还到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啊，调取了这个监控录像。那个监控录像显示，当时弦子从那个房间里出来之后，他就抹了一把嘴。那么同时呢，警方当时还找了朱军做了这种笔录。那么根据弦子当时提供的证据还显示呢，这个当时的警方为了让平息这个案子，还找到了弦子的父母啊，去威胁他父母，就是说你这个事情啊，朱军是中国的正能量的代表，这个春晚的主持人呢，你这个不能再这样再继续报警了，这事情必须息事宁人，否则的话，我跟你说你要承担代价。这样的纪律都有，应该说啊，对于普通的性骚扰案来说，我认为弦子的案子的证据算是非常丰富的。但即便如此，这个案子还是败诉了。为什么？因为在中国的现在的民法体系中间，对于性骚扰案的举证责任，它其实啊分配的太高了。你想想，一般的性骚扰发生在什么地方？密闭空间。然后呢，它的行为又跟强奸案不太一样，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性伤害。比如说就是亲你一下，吻你一下，摸你一下，搂你一把。这种情况下，你要想获得物理证据是非常难的，所以你要求受害者去承担完全的举证责任，尤其是这种证据还必须是物理证据的时候，对于这些受害者来讲，其实在法律上寻求救济就几乎没有可能。这就是今天啊中国米兔运动中面临的法律困境。弦子啊在这个法庭上曾经问过一段话，他说，如果一个异性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对另外一个异性性骚扰了，只要没有物理证据，只要没有他人目击，是不是他就在法律上无法获得救济？很不幸啊，在今天的法律上确实如此。因为你提供不了物理证据，你提供不了其他人的人证，法院就很难判你获胜。所以你去看中国的法院上啊，中国的法院里啊，关于性骚扰的案子本身立案的就非常少，胜诉的至少我看没有看到一例，啊，就是关于性骚扰起诉者最后呢被判侵权的。但是那你能说中国的性骚扰很少吗？不能这么讲吧。大家想一想，哪一个贪官出来没有情妇啊？哪个单位里头没有领导对下属骚扰的情况啊？对不对？大家去看看那张高丽，是不是这种现象多了吧？并不少吧。那现实的情况就是说，这些现实中无处不在发生的性骚扰的行为，但是在现实中却很难通过法律体系获得救济。为什么？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中国的法律啊，民法体系啊，对性骚扰案的这个举证责任它不合理。民法上有一个著名的汉德公式，汉德公式里头就讲到啊，在举证责任的分配过程中间，要根据当事人双方的不同地位进行分配。
他要对那些具有优势地位的人，要分配更多的举证责任。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前几年、10几年前吧，大家曾经争论过，就是有些行人不听招呼，没有看红绿灯，横穿北京的2环、3环这样的高速公路，结果被汽车给撞死了。撞死了之后呢，法院判决机动车的车主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认为明明这个开汽车的人没有违章，而是完全行人违章的情况下，为什么机动车的车主要承担责任呢？很多人都不理解。其实这个道理在哪里的呢？因为机动车相对于行人来说，它是一个强势的这么一方。如果你要是把举证责任或者是这个所谓的侵权责任吧，完全都交给行人的话，那么可能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那么机动车只要看见行人闯红灯，它可以一脚油门过去就把人给撞死，它可以完全不在乎这个人的生命。但是如果要是说，即便行人他违章了，没有看见红绿灯，他走在马路上，汽车撞了他，也需要分配一部分责任之后，那么机动车的车主就会在驾驶过程中间更小心。因为机动车相对于行人来说，它有更大的伤害性，有更强的能力，因此在侵权责任上就要分配它更多的责任。其实对于性骚扰案也是一样的，尤其是职场性骚扰。我们国家现在的职场性骚扰归根结底来讲，都是拥有权力优势的一方利用自己的权势去获得性利益，或者对下属进行性剥削。朱军这个案子最典型，朱军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同时他还是他的栏目的制片人。那么呢，他对这个栏目中间的实习生相对来说，他是拥有优势权利的一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举证责任双方完全一致，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平等，但其实他对弱势一方就不合理。所以你去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关于性骚扰案的立法过程中间，尤其是职场性骚扰，都给了那些强势一方更大的举证责任，给弱势一方更小的举证责任。比如说在美国，他并不要求物理证据，言辞证据同样可以呀。那么他只要求陪审团根据这个言辞证据来判断这个言辞证据是不是有可信度就可以了。只要可信度超过50%，这个案子就成立，并不需要物理证据。而对于一些职场中间呢，还明确了一些雇主责任。所以你看美国的很多性骚扰案，那些性骚扰的当事人呢，他不是告性骚扰这个对象，而是告雇主。为什么告雇主呢？这其中也有道理。为什么？因为雇主可以帮你根本的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弦子告朱军，那么假如说就算他赢了，朱军赔他1万块钱，但是如果这弦子继续在这个栏目里的实习，朱军可以继续对他进行性骚扰，因为1万块钱对于朱军无所谓，他再摸一把再给你1万，你怎么着了？他不在乎。所以其实雇主在这里头就是可以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性骚扰、职场性骚扰中间的被害者来说，受害者来说，他需要的是这个人可能被开除或者被调离，而这个只有雇主做得到，而且雇主可以制定一些防范性骚扰的措施。比如说你现在在美国的公司里，你要入职，这些公司里的员工手册里头专门都有一章，告诉你在工作场合中间，在工作过程中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尤其是涉及到异性的，其实不仅仅包括异性同性也是如此，很多行为都是禁止的，这是单位明确规定的，不可以。如果你要违反的话，单位本身就可以对你进行惩处。这就是雇主本身在防范性骚扰过程中间的责任，在我们国家没有。所以如果弦子案发生在美国，弦子可能就会起诉中央电视台，而不是起诉朱军。正是因为我刚才说的这些原因就导致了中国的现在所谓的职场性骚扰，那么受害者如果你要想在法律上寻求救济是几乎不可能的。不但如此
如果要是被指控者反诉你，你可能还得吃不了兜着走。大家都知道那个著名的邓飞的性骚扰案，不知道邓飞是凤凰周刊的一个记者，后来做了一个慈善项目，叫做免费午餐，也是一个挺有名的公众人物吧。结果就在几年前，也是他们单位的实习生写文章指控他，当年邓飞把他约到了一个汉庭酒店，当然这个酒店其实档次不太高啊，是吧？然后进去之后对他又摸又搂，把裤子脱下来。结果这篇文章写完之后呢，邓飞就把转发这篇文章的一个公众号的人给起诉了。后来那个当事人亲自到法庭上作证，说这篇文章是我写的，邓飞把他也追加为被告了。结果怎么着呢？这两个人全部都败诉了。为什么败诉了？因为中国的名誉侵权案就是要求谁主张谁举证。如果你认为邓飞这个当时性骚扰了你，你就必须拿出十足的证明、十足的证据、足够的证据，证明邓飞的确当时骚扰了你，否则你就是诽谤。可怕吧？这个非常非常可怕。你想想，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导致大量的女性，她即便受到了性骚扰，她也不敢出来说，对不对？因为你一旦出来说，我马上起诉你诽谤，你能拿出证据来吗？你拿不出证据，诽谤罪就成立，你还得赔偿对方的所谓的名誉损失，这就是中国的法律的荒谬之处。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问题在其他国家怎么处理的？比如说美国，他就认为在类似问题的指控上，只要当事人的指控有一定的可信度，而且没有恶意，对方就不能以名誉侵权的方式反诉。那么什么叫没有恶意呢？就比如说两个人曾经没有发生过矛盾啊，没有威胁过对方要伤害他，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以推定他没有恶意。类似于像邓飞这种情况，在美国起诉的话，绝对会被推定为没有恶意，邓飞无权以诽谤罪去反诉指控他性侵害的、性骚扰的女性。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律制度，说白了啊，其实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性骚扰案呢，不但没有办法寻求救济，相反，其实对整个试图寻求救济的这个群体还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法律现实。那么我接下来我就想说一句，为什么会这样？当然了，一方面可能有立法的滞后，因为关于性骚扰的问题啊，在全世界范围内通过立法来解决，通过立法的方式来遏制这种行为，也不过是最近20-30年的时间，随着MeToo运动的兴起，才慢慢的开始建立起来的。中国过去的这个法律啊，可能还没有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但更重要的是，我想说一个背景，就是在职场中间利用权力进行性剥削、获取性利益的这种现象，在中国非常普遍。但是这种普遍的现象，立法者可能并不想通过法律去限制这种特权，更多的可能是想去保护这种特权。正因为如此，对于所有想通过MeToo运动试图通过法律途径想要维护自己权利的这样一种行为，这样一种案件，就不能让他轻易的赢。大家去看一下张高丽这个案子啊，证据确凿吧？彭帅亲自出来指控当事人，那还不仅仅是骚扰了，已经是发生了性关系了。但是结果呢？结果彭帅不见了，张高丽呢也失踪了。这件事情呢，下文呢不知道，也没有任何人出来辟谣，也没有任何人出来解释。最后就是彭帅莫名其妙的出来了几次，说人在呢，大家不要担心，人在呢，我还活着呢。这就是中国今天的社会现实。拥有权力的人不会让MeToo运动延伸到中国的职场里。邓飞性骚扰案的当事人在法庭上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谎言无法击败事实，
但是他却可以通过法律轻易的击败事实。这话说起来有些残酷，但却是中国今天在性骚扰案领域内的社会现实。受害者在法律上求告无门，但是施害者却可以在法律上逍遥法外，同时利用法律的手段对指控者进行追责。这个现象有可能发生改变吗？我不知道啊。但是弦子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过的一段话，我个人觉得特别有启示。他说他知道这个案子他本身抗争可能也获得不了法律上的胜利，但是抗争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因为抗争意味着不妥协、不服从、不接受。要知道，两性的平权正是从这种所谓的不平等，正是从这种不妥协、不接受、不服从开始的。中国今天法律的这种立法上的滞后我个人觉得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种关于性骚扰方面的立法，西方国家也是最近20-30年通过MeToo运动才渐渐兴起之后，法律才建立起来的反性骚扰的这个举证责任的改变。中国的法律在这方面可能还跟不上时代的进步。但更重要的是，就我前面讲的，有一些当权者，有些权力的拥有者并不希望法律跟得上时代的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必须要让那些受害者可以把它讲出来，愿意把它讲出来，勇敢的把它讲出来。只有他们不断的讲出来，表达出自己的不服从、不愿意、不妥协，这个社会现实才有可能被改变。任何一场平权运动都是在受害者大声的呐喊之下才发生变化的，都是在他们大声的呐喊中逐渐的寻找到希望的。所以我相信弦子他们这些人，虽然他们在法律上败诉了，但是他们的这种不服从，但是他们的这种抗争，在未来一定会变成中国两性平权运动中间的先行者。如果说我们未来有什么希望的话，那么这些人的背影就是最大的希望。